在欧洲中部有一个美丽的国家，它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，是欧洲大陆璀璨的皇冠，是上帝的后花园。烟波浩渺的湖畔，银装素裹的雪山，芳草绿野的牧场，古老斑驳的中世纪小镇，它的每一处景色都美不胜收，美得让人热泪盈眶。这个国家叫瑞士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从伦敦机场出发，仅1个多小时就到达了苏黎世，开启了我们瑞士之旅的第一站。顺便提一下，瑞士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准时，来旅游的话可以考虑提前在官网买好 Swiss Travel Pass， 这样就可以在指定的日期内在瑞士全国乘坐任意交通工具了。苏黎世作为瑞士的经济和教育中心，是瑞士最大的城市，也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。来到这里，我们选择住在老城区，因为在这里能看到贯穿市中心的利马特河，以及湖畔两旁标志性的苏黎世大教堂、苏黎世圣母大教堂和圣彼得教堂。走进任何一个教堂，你都会听见唤醒城市的钟鸣，它带来这座城市的浪漫与温暖，洗去了旅途的疲惫与烦心。作为瑞士最早开发的城市之一，苏黎世保留了许多19世纪的建筑，保留了那种传统、优雅、精致的城市氛围。班霍夫大街建于苏黎世旧城区，是欧洲最长的购物大道，也是世界上其中最昂贵的购物大道。大道上布满了时装名店，银行林立。漫步在苏黎世的街边，你时而不时就会偶遇一栋有故事的老房子，在它的另一侧，一条涟漪脉脉的河流安静地凝望着天空，倒映着屋顶，供水鸟栖息。苏黎世城内还有许多精心修整的花园和一大片森林，穿梭其间，城市的绿肺带来的清新感令人陶醉。彩色的树叶装点苏黎世的街头，每一个角落里都散发着秋天的美丽，静谧且唯美。离开苏黎世，我们前往下一站卢塞恩。卢塞恩，这是一座风景与人文完美交融的小城。雨果曾在这里得到不少的灵感，奥黛丽·赫本曾为这里着迷而定居。大仲马也说，卢塞恩是世界上最美的蚌壳中的珍珠。在卢塞恩每走一步，每一个视线所能涉及的地方，都是一幅完美的异国风情画。这里有个最代表的地标卡佩尔廊桥，这是一条木质结构的廊桥，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桥之一。由于桥身常年饰有鲜花，和附近的水塔一并称为花桥水塔。我们在卢塞恩湖乘坐游船，游船开动时并未搅起多少浪花，宁静的湖水随着船体的移动温柔地荡漾开去，像碧绿的丝绸随风飘扬。从远处望去，整个卢塞恩湖还在朦胧中从未苏醒过来，薄雾笼罩在湖面上，远处的山依然沉浸在宁静之中，显得神秘而又羞涩。湖水也在浓雾的映衬下变成暗灰。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，像极了一幅水墨画。眼里存山河，胸中有丘壑。瑞士有个山峦皇后，她的名字叫瑞吉。前往瑞吉山有很多的途径，我们这次从卢塞恩出发，乘船到维兹诺，然后搭乘红色齿轮火车前往顶峰。随着小火车一路爬升，从窗外望去，远处的风景真是美得让人啧舌。湖面升起浓浓的白色水雾，像铺上松松软软的棉花。山脚小镇的木屋仿佛是童话的世界，治愈且美好。从山顶除了可俯瞰阿尔卑斯众峰、13处的湖泊以及广袤无际的瑞士山地之外，天气好的话还可欣赏到德国的黑森林以及法国的平原美景。山顶的最高峰就是瞭望台，有着实实在在的运中国元素。一块来自中国四川峨眉山的石头屹立于此。在很早的时候，瑞吉山和峨眉山成为好友山，俊美的瑞吉与柔情的峨眉山犹如天造地设，恰到好处。
太阳缓慢升起，卢塞恩的一路风景变幻，时而云雾弥漫，时而阳光普照，时而娇羞如水，时而豪情万丈。如此美景，迷途忘返，但愿好景常在，与爱的人再一同前来。伴随着绵绵细雨，我们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设想一下，当你坐着一列火车，爬过一座高山，越过玉红绿水，路转溪头，明信片里的小村庄忽然出现在你的眼前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东篱下有野花，南山顶有白雪，那颗躁动的心竟变得如此安宁，仿佛回到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我曾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只有在书里看到过，但在卢塞恩和因特拉肯的旅游路线上，真的就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它的名字叫龙江。龙江湖呈长条形，南北走向，大约长2公里，宽0.8公里。龙江湖的水与其他的湖水不一样，它是一种别样的蓝，像玛瑙，像翡翠，像蓝宝石，让人心醉。湖水随着视觉和光线的变化，如梦如幻，宛如一若人间的仙境。墨绿的森林，翠绿的草地，五彩的野花和红顶的房屋在湖边环绕，即使今天是阴雨天，也难掩它的美貌。整个山峰都被雾气笼罩，烟波浩渺，湖光十色。奶牛悠闲地吃着草，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。黄色的野花迎风摇曳，散播着秋天的气息。宁静祥和的小镇在雪山脚下，在碧湖旁边，却不知道已经独立了700多年。龙江这个地方虽然知名度不高，但只要你在旅程的某个转角不期而遇，绝对值得让你为它驻足停留。离开芳草绿野、逶迤连绵的草原，来到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叫策马特的小镇。晚饭时间，我们选择了酒店附近的一家经营了100多年的奶酪火锅餐厅。作为瑞士人的国民料理，在山里寒冷的夜晚，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吃奶酪火锅，俨然成为一种传统习惯。对于外来人而言，从品尝奶酪火锅的那一刻开始，才算是体会到了瑞士美食的精华。精巧的瓷锅里，金黄的奶酪慢慢融化，直到滚起浓厚的气泡，一个一个缓缓上升，又不情愿地破开。看得到的温度和闻得到的浓香在周围氤氲。拿起长签，捉起一块面包，在那金黄浓厚的芝士汤里轻轻一沾，放入嘴里的那一瞬间，唇齿之间余香浓郁，一如瑞士在舌尖上的缩影。香浓的芝士再配上葡萄酒、土豆泥香肠，简直就是天堂般的享受，觉得人生无比的满足。连续几天的阴雨天终于放晴，也是登山的好天气。马特洪峰位于瑞士策马特，海拔4478米，是阿尔卑斯山最美丽的山峰，也是瑞士引以为傲的象征。它一柱擎天，直指天际，其特殊的三角锥造型更成为阿尔卑斯山的代表。每当朝晖夕映，常年积雪的山体折射出金属般的光芒。马特洪峰对瑞士的重要性，就像富士山之于日本那样的神圣。坐上登山的齿轨小火车，我们很快就进入了美不胜收的画卷之中。那高高耸立的青松翠柏，起伏无垠的鲜花草甸，气势恢宏的高山飞瀑，涓涓细流的林间小溪，或蓝或绿的幽谷平湖，若隐若现的雪山白顶。有人说，瑞士没有所谓的地标，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每一处都是美景。越过一处山坡，一个更大的湖泊犹如一面光滑的平静，镶嵌在巨大的微型山谷之间。这就是著名的利菲尔湖。一个个隐藏山间的湖泊从各个角度倒映着它的影子，而利菲尔湖因其安静的湖面和绝佳的位置，
成为众多摄影爱好者必去的打卡地。从湖面望去，马特洪峰那巨大的等腰三角形山体在湖面投射下另一个三角形，其完美的对称、宏大的构图给人以巨大的震撼。离开利菲尔湖，我们继续往齿轮火车的终点站格尔内格拉特前进。蓝色的天空更加高远，白云也多了一分温柔缱绻，连阳光也不再刺眼，在山谷的光影里投射出迷人的缠绵。山顶的初雪显得格外洁净新鲜，那皑皑白雪所交织而成的超级视觉盛宴让人永远怀念。在离开瑞士前往机场的路上，经过日内瓦湖，我们巧遇了难得一见的夕阳西下的景致，于是忍不住下车，赶紧追逐夕阳的背影。日内瓦湖湖面的形状略似新月，月缺部分与法国东部连接，湖水涟漪，烟霞万顷，波面四尽，碧蓝清澈。日内瓦街道整洁干净，没有喧嚣浮躁，更多的给人宁静致远的景致。漫步在湖畔，远山近景一览无遗，一边是秋日里的都市风光，另一边则是水中游弋的白天鹅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正如作家拜伦所说，日内瓦湖是一面精灵的镜子，有着沉思所需要的养料和空气。瑞士之旅即将结束，从雪山到草原，从湖泊到小镇，瑞士用童话般的美景震撼着每一个到此的旅行者。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，没有车水马龙的繁杂，没有灯红酒绿的烦躁，在这里你可以寻找内心真正的归依。烦躁的内心也为之沉淀，心中的杂陈也随之消散。瑞士的秋天，一日相遇，终生难忘。